此人甚是巨剑，功法霸道，看起来三人中有他了是吧？萧瑟，说来也是有趣的，咱们上一次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杀手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哎，萧瑟！师傅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只要记住8个字：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若是再快也打不过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你就记住4个字：打不过，跑。师傅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就算这踏云步不耗内力，也极耗体力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计划着引开这几个人，给雷无忌机会击败对手再会合。可看目前这情形，我已经快跑不动了，而雷无忌那边也还被困着。萧瑟这混蛋，只有我追的，你们追不得。小心那2个。哼，你打不过这2个小贼也就算了，以为我也这般不济吗？没事吧？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瞎扔，就不怕打着我？那我又不姓唐，只能瞎扔。大师兄的武器怎么在你手上？喝酒输给我的。行了，也得赶紧跟我去找雷无杰，他可能有危险了。那个叫苏昌黎的，我怕是低估他了。不错，能在我剑下坚持这么久，你足以自傲。我还没有结束呢。你虽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却有机会逃走，为何要与我死战？我若走了，你去追我朋友怎么办？好，重情重义，大好男儿，这颗头颅值得一看。师姐，萧瑟，你没事吧？几个小杀手还奈何不了我。哼，要不是本小姐赶到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废话真多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刚才是不是就快死在那儿了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有20尊守着吗？那得问这个傻子，干嘛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去什么望风山？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总不能说他们出城之后我一直跟着呀。看我找到20尊，不告上一状，就揍你们一顿。走吧。师姐。雪月城里寒衣，暗河苏沐雨。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，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2个家主联手，
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殿下，请用茶。坐吧。许久未见到白王殿下了，没想到再次见到殿下，却让殿下见到了这番狼狈的景象。无妨，无论是多么狼狈，本王也都是看不见的。哦，长风失言了。本王只是跟朱雀使开个玩笑罢了。白王殿下所开的玩笑，向来都不是很好笑的。本王记得，儿时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总是劝我，不要活得那么累，开心一点，多笑一笑。这么多年，本王一直记在心里，可却再见到朱雀使，朱雀使依然觉得本王不好笑。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比起以前，好笑了些。也罢，本王跟其他皇子相比，因为这双眼睛，确实多了几分悲凉。今日之事，多谢白王殿下仗义出手。就算我不出手，朱雀使想要解决，也是易如反掌，只不过会慢一些。今日本王有急事，所以就越俎代庖了。哦，但不知白王殿下所说的急事是什么事呢？本王有一份口谕要传。放心，这份口谕不是给朱雀使的。我不做朱雀使已经很多年了，我现在只不过是这雪月城中的一个大管家。那我就换你司空城主。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。这份口谕是传给那个人的。其实今日之前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这里，直到方才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不过这么多年，他那给人惊喜又给人惊吓的习惯，却依然没有改变。那这件事情，便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，跟雪月城毫无关系。我听说，他拜你为师，是我要收他为徒，他既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本王明白了，司空城主是想让雪月城与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这世上，敢不接圣上口谕的人少之又少，而接了又不听的人，则是更少。但他恰巧是其中之一。那我雪月城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，有什么错吗？本王明白了。都怪你！你说你为什么不多打一下？你那么着急的下去，你是怕师姐主动投降，你不得不娶她呀？刘姐，再胡说八道我就撕了你的嘴！谁会想先投降？谁会想嫁给这个家伙？千洛，这一次萧瑟的确出了不少力，若没他的话，今日怕是很难收场。还有那个骆明轩师弟，等他伤好以后，你也去看看他。他若不是被人暗算，也能替你打赢那个段玄侯。萧瑟，多谢了。不客气。我司空千诺欠了别人的一定会还。要是萧瑟你哪天需要我拼命，我一定义不容辞把这次的恩情给还了。
不必了。萧瑟，平时不是挺热心肠的吗？你怎么整天摆着个臭脸啊？谁热心肠？你呀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都没叫他上去，他自己冲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那是因为那个姓段的小子太讨人厌了，我单纯看不惯他而已。那也行，总之吧，今天我刘无杰认可你。我要你认可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比武招亲这件事呢，总算是过去了。白王殿下也能当场证明这场比武的公正性，想来他们日后也不敢再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大师兄，那个王爷好威风啊，现场几百人一下就跪下了。但是，为什么城主是半跪呢？三师尊曾经是天启城4大守护之一的朱雀使，面圣都可以行半礼，一个王爷，自然也没有资格让他行全礼。哦，原来城主是朱雀使啊！哎，那乾隆时期岂不是朱雀令的传人？阿爹跟我提过此事，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又不认识那个人，凭什么做什么守护啊？对了，我阿爹可以半跪，萧瑟你为什么不跪啊？对啊，我腿脚不太好。这师兄，你看他又在那胡诌。我祖上有些荣印，可以面圣不跪。你看这个答案可以吗？真的？看你平时抠抠搜搜，还是世家出身呢。哎，对了，大师兄，你说他一个天启城的王爷来我们雪月城干嘛呀？应当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三师尊商议吧。毕竟三师尊曾经是朱雀使，当今圣上能够登基，三师尊也有一份功劳。但是天启城的王爷突然来雪月城了，总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。父亲早就说过，最讨厌的就是那座城里的人了。我倒是觉得那个白王殿下挺不错的，不过就是眼睛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儿。因为他看不见。看不见？他幼年时期拿了别人盘中的一块糕点，吃了之后就瞎了。这么多年明德帝寻遍天下名医，也没能治好他。也是个可怜的人呢。萧瑟，尹长长老，白王殿下在后院等你，你先过去一趟。尹长老，那个白王殿下找萧瑟干嘛呀？他们应该在天启学宫救过学。原来是同窗。哎，同窗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到你，而你却能看到我。怎么？既然都见到了，也不唤我一声吗？参见白王殿下。你就是这么叫我的？我只是一介庶民，见了当今二皇子白王殿下，还能怎么叫？毕竟叫错是要杀头的。那你可知道，白日见我不跪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的头就在这儿，殿下若是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说话不像从前那般锋锐了，就是有些有气无力的。不过你耍赖的样子，还是像从前一样。还是唤我一声二哥吧，
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了。我叫萧瑟，只是一间普通客栈的老板，没有资格唤白王殿下为二哥。那好，雪落山庄萧瑟，草民在，接旨。接旨。接旨。奉圣上口谕，赦免六皇子萧楚河过去一切罪错，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赏黄金10000两，珠宝100箱，即刻速回天启城复命。还不谢恩？我拒绝这道口谕。你敢不接？我就是不接。为何不接？赦免六皇子过往一切罪错。我的过往何错之有？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也能猜到此刻你的神情。既然殿下猜到了，那就还请殿下将这道口谕带回去。听完口谕，你还是不肯唤我一声二哥。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。殿下难道希望我回去吗？当年我离城而去，有一人提剑而来，正是怒剑仙叶战天，当世5大高手之一。据我所知，他也是殿下的授业恩师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。并不是你派去的，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呢？是否知道又假装不知道呢？所以你认为你的伤是战天师傅造成的？就算最后一剑不是他出的，倘若他不在，很多事情都不会被改变。罢了，很多事情还是回天启城再说吧。本王给你3日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否要接下这道口谕，同我回家。殿下，我在外面都听到了，这萧楚河如此大逆不道，直接上报陛下，让陛下收回成命，然后再重重治他的罪。桑明，这些话你只能同本王说。为何？记住，我与他并无恩怨。可当年那块糕饼是他的。当年我们只是孩子。最近雪月城还真够热闹啊！是啊，先是有人闯进登天阁顶问见雪月剑仙，再有这百花会，如剑仙亲临礼赠四方，再加上这比武招亲，把尊贵的白王都给引来了。可你知道，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。哼，那感情好啊！你现在就去替我把白王给我赶出去。这有何难？当年我一剑逼得他老子都跟我立约，一个王爷罢了。我去就回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呢，你何必当真呢？你干嘛总是把雪月城满城上下的脖子全给提起来呀？这个白王啊，他来只不过是想带走一个人。消息传得还真快，既然皇帝想让他回去，应该已经赦免了他的罪，这是好事啊。其实萧瑟最想赦免的不是他自己的罪，而是琅琊王的罪。这不可能，琅琊王案当年已经是个死案，明德帝不会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
是啊，这是一个死局啊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司空城主，二城主，叶姑娘，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我准备去药房取些药材，路过此地便来见见城主。哎，我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这般懂事，那可就好了。怎么样，叶姑娘，身体恢复得如何呀？比来之时好了许多。看来我的医术还是差几分火候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唐老太爷那边有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根治你的病。这样吧，你让唐莲抽空带你去一趟唐门。劳烦城主费心了。去吧。他已经在外面听了很久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听就听吧。她是大将军叶孝英的女儿，叶孝英知道的越多，事情就越复杂。但她曾经是萧瑟的好朋友。可从萧瑟入雪月城以来，他们两个似乎从未说过话。所以，他是最了解萧瑟的人，而现在的萧瑟，最不想提及的就是他的过去，而叶若依，他所背负的正是萧瑟的过去。晨光幽谷乡，是若依姑娘吗？许久未见了，二皇子殿下。若本王没有闻到叶家独有的晨光幽谷的香味，那么若依姑娘是否打算就这么走过去了？我已很多年没有见过殿下了，方才觉得面熟，却也不敢相认。我听说若依姑娘一直在城中养病，身体可有好一些？司空城主医术高明，若依的身子比以前好了许多。那便好，你与楚河自幼交好，能在此城中重逢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吧？啊，楚河哥哥，他不是失踪很久了？哦，你没见过他吗？我向来一人独居在这别院中，平常从不与城中人来往。今日是过来取些药材的。他来此城已经许久了，此行我便是来寻他的。那殿下来寻他，是要抓他回去吗？抓？我是要将他带回天启。父皇已经免去了他所有的罪错，他之后还是北离的六皇子，永安王萧楚河。啊，那便很好呀。但他拒绝了，我给他3日的时间，你与他自由便交好，帮我劝劝他。以楚河哥哥的性子，决定了的事情，便很难改变了。但在我知道的人中，能劝动他的，你是为数不多的。那若依试试吧。多谢了。你已经知道姑派人去找楚河的事了。是陛下故意让臣知道的吧？是啊，楚河当初和叶将军交好，姑在想，若叶将军知道了楚河的下落，或许能助姑一臂之力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他现在既然愿意现身，或许他愿意回到天启了。叶将军真的是这么想的？哼，我若是陛下，就不下什么旨意了，直接带着军队把雪月城给围了。哼，呵呵，这确实是叶将军的行事啊。可是顾害怕逼得太急了。哼，以那孩子的性子，他又要对抗顾了。唉，这几年，顾禁不住总要想起过去，对楚河的愧疚，也是越积越多呀。偏偏这孩子又是个倔脾气，顾没有找他，他竟然4年消失得无影不踪。顾害怕错失这次机会啊。顾想要把楚河带回宫里的事，怕是瞒不了多久，还需叶将军替顾多费心了。是，陛下放心。退下吧。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陛下让白王传了道口谕，召萧楚河回天启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这个人真要回来了吗？那也未必。你的选择是？泰安殿牌匾上，龙峰卷轴内写的谁的名字，我的选择就是谁。可那卷轴上还没有写字。而我们可以最终影响写在卷轴上的名字究竟是谁？我提醒你们，武大剑奉命行事，不要说大逆不道的话。我只是说影响，又没说指定。金仙太过敏感了，不是？谨言说的没错，若是以前，我们可以等圣上来定夺。但六皇子萧楚河重新出现，这一切全变了。我知道，你们中间有的人是白王的授业恩师，有的人是赤王的门中贵客。萧楚河的出现对你们来说，是最大的威胁。嘘，你不该在未和我们商议之前就把消息告诉陛下，更不该还没搞清楚那个人是否是真的萧楚河的情况下，没错。告诉我们，于师国那事的原委，那人是萧楚河的可能性究竟有几分？你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嘿，皇子之事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议论的？大见。近1年来，有几十匹人马先后离开了天启城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？他们分别去了雪月城、无双城、木梁城、江南雷家、蜀中唐门、岭南老字号温家、望城山、武当山、少林寺、云林寺，甚至去了方外之地的天外天，以及无处可寻的暗河。是啊，几乎所有的武林大家、白赤两王都派了人马前去。如今这朝堂上的纷争还没有结束，江湖上的争夺已经开始了。没错，你们说得对。谨言啊，你刚刚是说想要影响卷轴上的名字？哎呦！哎呀！大剑呐，大剑！谨言一时妄言。
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心思，但是五大剑以圣上的圣意为准，圣心难测，伴君如虎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方可长久留存。如果谁想不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就趁早退出五大剑。属下不敢。虽然你不曾做过选择，但我知道，你一直很欣赏六皇子萧楚河。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呢？这些皇子，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只因为我们的利益驱使，才让他们变成今天这副模样。哇！我的书！二哥，我来。楚河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嗯。二哥，你就别看书了，你看书都湿了，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。楚河，你天天被学堂老师骂也就罢了，还想害得我也背吗？二哥，其实啊，这书的内容我早就会背了，只不过是亲了老头罢了。啊，嘿，别吃！你看你那手脏的，回去洗干净了再来吃。听二哥的。不能吃！什么不能吃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来。哟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有事求我，说吧。哎呀，没事我就问问你，那个王爷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尹长老说你们还是同窗呢。叙旧闲聊，没什么正事。行，你有秘密瞒着我们也没事儿，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。那个，比武招亲好不容易结束了，一桩大事了结，要不去城里逛逛散散心？说正事。我好久都没见叶姑娘了，我想你陪我去串串门呗。没出息，你自己去找她呗。我多不好意思啊！司空千落跟他是好朋友，你找司空千落。千落师姐我去找过了，她不在。哦，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我来了是吧？不是，萧瑟你就陪我去一趟吧。你昨天那洒脱劲儿去哪儿了？你把这些都吃了，咱们再聊。啊！萧瑟，这顶好的红山朱颜，若是再多煮一刻的话，便会失去它最好的滋味了。啊！参见殿下。我和藏明在城中闲逛，忽然闻到了这股茶香。我还在想，这雪月城中，谁还会喜欢喝我们天启城中的茶？却没想到，还是如云姑娘。许久没有见过家乡了，便想寻一下家乡的味道。殿下见笑了。不准备请我喝一杯吗？殿下请侧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有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了。
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，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啊，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哎，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。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这凭什么让我做朱雀啊？听上去好娘啊！我要做青龙。不行，青龙是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就是个代号嘛，朱雀怎么了？长风，你看啊，连月他抽了个王八，也没说什么呀。我想揍你！阿爹，啊，阿爹，千洛，你找我来，坐坐坐。萧瑟这次帮了你那么大的忙，有没有谢过人家？谢过了，谢过了。你女儿我这点礼节还不懂呀？嗯，是我的乖女儿。哎，千洛，你说萧瑟这臭小子，平时处处跟你作对。可是这次你比武招亲呢？你看他忙上忙下的，给你帮了那么多的忙，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你觉得萧瑟这小子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，脸红了！阿爹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千洛，我是你阿爹，心里怎么想的，跟阿爹说好不好？啊？哎呀，哎，好精致的令牌啊！爹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要送给我的呀？送给你，当然可以了。
不过你一旦拿起这块令牌，你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了。什么责任啊？说起来话长啊。若依姑娘，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啊，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，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啊，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说起这登天阁呀，我一人直冲16层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。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轩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用尽了雷门所有绝学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，霹雳唐雷无解，问剑雪月剑仙。哎，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哎呀，他呀，他在跟千落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哎，对啊，萧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，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。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当年北离朝中皇子争斗，整个天启城无比混乱。琅琊王召集了4名绝世高手，组成了天启4守护，誓要重安天下。阿爹我便是其中的朱雀使，最终我们成功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当年阿爹你拿到这块令牌时，就承担起守护天启的重任，而如今天启安稳了，王朝也换代了，所有的守护使也要找新的传人，而这个新的传人，将要守护的，就是6皇子萧楚河。千落，你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？我的女儿就是聪明，3言2语就听得明明白白。那我现在就决定，这块牌，我拒绝。我记得从我出生的时候，阿爹就没去过天启城吧？没有。那自然，你也不知道萧楚河了。可那萧楚河是琅琊王所看重的，他……我不管他看中的人是谁，我司空千落若要守护，只会守护我自己看中的人。
我才不要做什么药王，我要做天下唯一的枪仙。唉，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。所以这块令牌千洛不能拿。阿爹，对不起。你不喜欢，阿爹还舍不得给呢，真是的。来，咱们不聊令牌的问题啊，咱们说说那个萧楚河。哎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阿爹，嗨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找一个值得认可的人去守护他吗？你觉得萧瑟你认可吗？认可和守护，感觉我和他还用不上这么重的词儿。你这丫头啊，就是嘴硬。好了，现在就去找萧瑟，把欠人家的恩情给人家补上。阿爹，和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说这么多话。如剑仙送你那本《晚来雪》，看得怎么样了？那本书不好看，我看几行字我就困了，没意思，不爱看那本书。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、英雄战沙场。就比如吧，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，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啊。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。萧瑟，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，你神色都怪怪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乡是在天启吧？我没有家乡，你记错了。哪有人没有家乡的？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？那还用说吗？家乡自然是，不管你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，那是一个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。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，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，你应该是拒绝他了。那三城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？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从他的口谕中，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。对，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。唉，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？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，不过我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没错，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以他的性子，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。听说白王给了你3天时间，怎么？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？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，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。我当然知道。好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我的女儿怎么样？枪法不错，得了城主真传。嗨，谁问你枪法了？我是说她的容貌。
哦，容貌得了娘亲真传。那性格呢？性格嘛，自成一派，不过还挺特别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，都有很多好处。3日。无心啊，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呢？说明萧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。心烦意乱，只有见到至交好友，方能安神静心。在我的梦境当中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也不晓得，萧老板心中所犯何事？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，也坚持了很久的事。有些事情坚持很久，并没有必要。或许换个方式，会走得更加长远。你也这么觉得？而有些事则不然。世人皆认为不值得，也要坚持；一直看不到希望，也要坚持；就算到死，也要坚持。这样的事很少，但我想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会遇到。无心，可解了你心中疑惑？笑话，我只说过心烦，但我从未有过疑惑。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？算上来的那一日，已是第4日了。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？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。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，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，所以才显得很特殊。这雪月城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，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，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。身处凡尘，谁能真正的避世呢？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，可是一枪扫荡了半个天启。唉，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。可是从那以后，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。白王，您是想问我，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，支持萧瑟？不敢妄言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，我所支持的，始终都是琅琊王。怎么，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？是。但我就是说了，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，他也不敢说什么，因为这就是事实。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也可以回答你，是。只是本王没有想到，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。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，但我所说的支持，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，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。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，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，我也是支持的。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，真的是一绝呀。本王明白了。
楚河，3日期限已到。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？得到你的答案，我便会离开。恢复皇子身份，承袭永安王爵位，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。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，他肯下这道口谕，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。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，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，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，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。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，去千金台豪赌，去碧波湖观景。就连我这一身内伤，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，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。自然，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，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。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，回到天启城之后，做什么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。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。为什么？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，却仍旧拒绝了。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，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。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，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琅琊王谋逆一案，御史台早已结案，琅琊王也已伏诛。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，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。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，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，生生世世遭人唾骂。你一人坚持，有何意义呀？有我萧瑟坚守，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。这样，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，拼杀于战场，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，就还有意义。没错，就我一人，那又如何？除非我死，我这辈子都不认错。抗旨不遵乃是死罪。那你敢杀我吗？你若是敢，现在就动手；你若是不敢，就回去找你的父皇，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。殿下，带他走。是。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？再来！萧瑟，走。殿下，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？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，一定要办成此事。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，本王便已经猜到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为何？因为他身上的锋锐，并没有消失，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，等了他3日。终于在方才，老六配合本王，
演完了这场戏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。不错，以生死相抗，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。父皇那边，本王也可以交代了。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。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？那些年，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。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，不能再错过了。是藏民鲁莽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。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，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白王来得匆匆，去的倒也迅疾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就不多打扰城主了。白王很像当年的景裕王啊。父皇当年的封号，不敢忘提。只可惜，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。是吗？听很多人说，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。那可大不一样啊！琅琊王是个君子，凡事喜欢讲道理，以大局为重。老六呢？哎，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！我开心，我舒心就行了。本王明白了，告辞。请。殿下，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。好，那么此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，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，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不，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之心，不算相见。你想见我的心？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？无心。进来吧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位是明侯，你们的确曾见过。可他现在看起来，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。这是药人。我遇到他和越姬的时候，两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虽然没死，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。万事皆有代价，他想救回自己和越姬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唉，只可惜那门武功，我已然用不出了，没办法再帮你一次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呀？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。看似是个诗酒王爷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就有你的安排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，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，以我为傀儡，在背后操控。最后，天外天，甚至于整个域外，都会成为你的势力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
希望与你结盟。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但我的母亲姓易。那时我太小，却也只记得他姓易，忘记他的名字了。易文君。好陌生的名字，于你，于我，甚至于他自己，都很陌生了吧？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。所以，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，我已经出生了。我是你哥哥，比你还大上2岁。唉，那我吃亏了。哼。所以呢？什么？我们虽是兄弟，但却同母异父。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。说到底，当年我父亲率领魔教东征，众人皆认为是他称霸天下的野心。可点燃他野心的，分明是抢走我母亲的明德鼎。你的父皇害死了我阿爹，抢走了我的母亲，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？如今父皇年迈，隐已有立储之意。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，可琅琊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废掉了影宗。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，母妃又因为那件往事而受尽白眼。江湖之上，无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。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弱。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，爱他爱得要死，叫洛清扬。后来他成为了5大剑仙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。木良城城主孤剑仙，现在是你的义父。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。怎么又成我们了？你这个哥哥，话里话外都狡猾得很呢。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。这么多年来，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，所有人都仇视母妃，也看不起我。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，让这些人后悔。用亲情感动我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。但是，争夺天下什么的，似乎也挺有趣的。我不能当皇帝，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会死吧？我的亲人不多了，我希望你们2个人能好好的活着。好，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需要你帮我。我才刚答应帮你，你就给我安排任务，是不是也太心急了？的确很急，因为白王萧崇已经动手了。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。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那个人，莫非也姓萧？是。萧瑟。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，反正没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之间情谊很深。是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很少，他算一个。但是你放心，你的请求我会答应。只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我会保证，白王萧崇得不到他，但你也得不到。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啊。我答应你。还有，这一路上，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。
你随我走吧。你要带他走？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，看他变成如今这样，着实可惜。不妨，你把他交给我。那你带他走吧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去天启城找你。记住，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他走了。一刻都没有停留，或许是有别的事情赶着去做了。走了就好。你派司空姑娘来，是料到她有这么一出。有些事情的解决必定是要流些血的，我不宜出现，所以便让千洛去代劳了。萧瑟，我听千洛说你受伤了。小伤而已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哎，唐莲啊，唐老太爷说他突然想到一个法子，或许能够治疗叶姑娘的病。我看这几天你抽空带叶姑娘去一趟唐门。是。哎，大师兄也要走啊？难道你也要走？哎，这雷家堡英雄宴就要开始了，而且呢，按照我跟我姐的约定，她必须要跟我去见一次我师父。我倒是忘了，今年的英雄宴在雷门。那大师兄可要去凑凑热闹。此次回唐门，我若是无事，应当会随老太爷一同前往。那感情好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英雄宴啊，据说还有比武夺魁。你要去参加？我定当夺得头筹啊！你大师兄曾经是三魁者，可别丢了你大师兄的颜面呢。哇，那萧瑟呢？萧瑟你要去吗？反正打擂台这事儿，你可比我熟啊。滚！他可去不了，雪月城的账本都快堆积如山了。我去。你要去？我倒想看看啊，这傻子怎么出丑。那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我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们无双城待客的礼数呢？殿下都已经到了，无双城城主却还未出现，难不成要我们等他吗？我不是已经坐这儿了吗？什么？你个小豆丁儿是无双城城主？怎么了，臧明？回禀殿下，宋彦回并不在这儿，只有个小孩坐在那儿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散了！在下无双城新城主无双。臧明，阁下便是林先生所说的萧公子。幸会，萧愁。好你个萧瑟，难怪找不到你，原来躲在这上面偷懒啊！我刚算完账，就出来喝口酒，你就来了。银月枪练得怎么样了？我练到第4重了，怎么，比试比试？算了吧，明天再说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别把我惹急了。把我惹急了，我抽出无极棍把你打地上。这话我听到耳朵都起茧了，有本事打呀！幼稚，财迷。你去过天启吗？帝都天启？没去过。比起我们雪月城如何？没有雪月城漂亮，但是很大。大概有7、8个雪月城这么大，五湖四海的人齐聚，每天都很有趣。每年年中和年尾都会有一次大集市，集市上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我曾经见过一块水晶，纯天然的，大概有一个酒缸这么大。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千金台，我曾经在那儿赢下过一座城池，
机会带我去天启好不好？好。去吧，你在苍山待的时间也太久了。那你呢？百里一去未归，我又要走了。我是雪月城的城主，这整个雪月城就是我的江湖。你那徒弟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有了好转，但还是经不起半点折腾。他偏偏要跟你们一起去雷家堡。他去雷家堡做什么？他说，他要亲眼看见雷无节夺魁。哼，荒唐的理由。更荒唐的是，我居然答应他。为什么会提出要去雷家堡呢？刚才我不方便说，但雪月城绝对是最适合你养伤的地方。你的行踪已经暴露，如果此时离开雪月城的话，一定会有很多人要追杀你。不是有雪月剑仙陪同吗？有他在，谁能杀得了我？理由呢？我想看雷无节夺魁。这算什么理由？他好像已经继承了青龙令牌，但却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很好奇，这一路走下去，雷无节会成长到什么地步？只是如此。况且那傻小子要闯荡江湖，没有我的话，万一半路死了呢？我还是放心不下。可我也知道我是劝不住你的。其实那天你劝我回天启，可事后一想，却发现这并不是你会说的话。那天我说的那句话，是故意想试探你。谢玄说，有些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，于是我便跟他打了一个赌。结果如何？我输了，不过我输得很高兴。那就好。罢了。谢轩此行也会去雷家堡，俺们还可以再见上一面，顺便聊一聊流转之术的奥秘。这可能勉强算是我同意他去的一个原因吧。有我同行，放心。寒衣，你很久没有出雪月城了，你就不想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？不去。哎，别回答的那么决绝啊！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就把百里大师兄给请回来，我们替你做主，就上那望城山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心里有数。你看你，哎，罢了罢了。城主，他们都离开了吗？是的。这个皇子不简单啊。可这历朝历代，有过目盲的皇帝吗？无双城不是也没有过记性这么差的城主吗？总有第一次嘛。你已经把他记住了吗？白王萧崇，怀虚术得传自掌侧剑锦玉，外表平和；剑术得传自怒剑蝎严战天，内敛杀气。我记性不好，只是因为我只记得值得我记住的人。不过以后你可要小心了。他对你有什么安排没有？说是静候时机，等待入天启，在此之前不要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争斗。如果把天下比作棋盘，我们无双城比作棋子的话，还未到落子之时。我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，我想成为下棋的人。哎，在这雪月城，一住就是3个月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。诸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江湖再见。我说你要告别，也对着雪月城门口，你对着登天阁干什么？这不叫有始有终吗？哎，
说我们都要走了，怎么也不见大师兄来送我们啊？说谁坏话呢？哎，大师兄，如意姑娘也在啊。知道你今日要走，特地过来送你一程。哦，小瑟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嗨，他呀，他在城中打算盘，打的是心烦意乱。我带他去英雄院看看，透透气，看完就回来了。正好，我今日也要带叶姑娘回一趟唐门。若意姑娘，若是唐门治不好你的话，你可以去我们雷门。我师父，人家唐门大师兄在这儿，你说这话不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无妨。哎，对了，二师尊呢？他不是也要去吗？阿姐说他能日行千里，让我们先行一步，之后他自然会追过来的。好。那，大师兄，我们先去雷家堡，你们可一定要来啊！放心吧，我还要看你夺魁呢。行，走了。撤！叶姑娘，你觉得我这个师弟怎么样？跳！跳！李然少年气。放心，他会回来的。当他重临天启之日，你会站在他身边。小子，来拿着。哎，你确定去雷家堡是这个方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去望城山。去望城山干什么？那自然是去请望城山上那位神仙下来了。你想想啊，3位旧友齐聚雷家堡，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！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呀？我只是在想，我师父、我姐，还有望城山上那位，这么多年好像都是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等彼此谁先跨出那一步而已。那既然我都已经下山了，那么这个僵局也就应该打破。赵玉珍这么多年从未下山一步，你真觉得能为你这个傻小子下山啊？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吗？行，那你想怎么试？哼，那自然是一剑问望城。随便你吧。你这一下山就是1年，可玩尽兴了？尽兴了，尽兴了。都去了哪些地方？去了柴桑城看花，还去了孤城观海。我一剑掀起那千层巨浪，那些渔民见了我，都还以为我是个小神仙呢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还去登了昆仑山。原来世上真有一个地方是常年积雪不化的。哈，山下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师父，您不能下山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是不是还少说了一个地方？啊？雪月城来信了。写信的是雪月城的萧信总管，说让我们望城山赔他80万两银子。要银子干什么呀？他写信说，有一个叫李凡松的望城山弟子，把重金修建的登天阁给夷为平地了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确实去了雪月城，闯了登天阁，可那登天阁真的不是我弄的，我。为师当然知道不是你做的，你若有此等修为，为师就算把这镇山的青霄剑给当了，也要把这钱给你还。不过这雪月城的萧总管也太坏了，我觉得他就是想趁机勒索我们。见到雪月剑仙了？啊，见到了。然后呢？问了剑仙一件，剑名？月溪花尘。月溪花尘。你和我一样幸运，我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曾见过那么美的一剑。
西花尘。好美。殿下，原本以为这次来无双城，只能见到那几个老奸巨猾的老家伙，可没想到却是这么年轻的一位新城主。这个记性好像不太好的新城主，可比那5个老家伙难对付多了。所以殿下才没有让他们参与那件事吗？不错，下棋要有后手，无双城便是后手。那殿下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去找景霞，他说有要事找我商量。九皇子，九皇子他……你支支吾吾的说什么呢？九皇子他……景霞怎么了？他去找暗河了。什么？谁？大家长让我来接你。大家长知道我要来。我听人说，这世上有一条河是看不到的，只有在最深的深夜，顺着月光才能依稀看到它。沿着这条河往上走，就能找到杀手榜上排名第1的暗河。没想到果然如此。暗河分3姓：兵器术苏家，内功拳术谢家，医术秘法穆家。3姓各自统领门内高手，以大家长为尊。你是苏家家主吧？苏沐雨。没错，就是苏沐雨。我还听说，你的名字跟你的这把伞有关。你这把伞下有18柄长剑，杀气暴涨时会有18柄利刃喷洒而出，宛若沐雨。你很了解我们。跟你们做生意，当然要多了解一些了。太了解我们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大家长，原已带到。见过大家长。谢家家主谢七刀，穆家家主穆雨木。你好像对我们很了解。如果没有十足的准备，又有谁敢轻易踏入这星落月影河，跟暗河做生意呢？既然了解我们，就该知道来这儿做生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越危险，不就越有意义吗？你说的很对。那么，你给我们带来了怎样有意义的事情？我要那只能在暗处的河流流入天际。沐雨，距离你上一次和他并肩一战，是多少年的事情了？12年有余了。如今再入江湖，你和他便是敌人了。你的心里是不愿意的吧？我不赞成暗河参与这些事，但我知道你有你的打算。我是苏家人，一切听从大家长的指令安排。我一直在寻找暗河的彼岸，希望到达彼岸，我们可以脱掉身上这件杀手之袍，重新站立于光明之下。而这件事，便是我们登上彼岸的最好契机。
但是会死很多人。暗河之中，最不缺的便是死亡。虽然你已经在信中说过，但我还想听你亲口说一遍你的身份。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拜山。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。这就是问剑望城山，大点声行不行？我们第一次来做客，是不是应该客气点儿？谁请你来做客了？你是雪月城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拿出点气势。没错，我是雪月城的弟子，剑仙的弟弟，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听雨剑，江南霹雳堂，雷家雷无节，前来。哎，怎么是你？我不过效仿一下李兄问剑望城山，你这是要杀我呀？什么人？师叔祖。你就是赵玉珍啊？听雨。啊怎么会这样？我方才感受到听雨的剑意，还以为是他来了。你是谁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打得你知道我是谁。疯了！雷密，看你的功法，应该跟齐鹤是同一门。你们姓雷的真的很有意思，没事老闯着望城山做什么？哼，那你再试试这招如何？剑仙所传，月息花尘。赵玉珍有真气护体，就算你出100招也伤不到的。你果然是他的徒弟，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？他怎么样？我就是想替我姐姐出口气。你是他弟弟，你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？他说，他第3次上山的时候，要我随他下山，可是我等了他很多年，他却一直都没有来。他来过了。他来过了？不可能，这望城山的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，更何况是他来了。那一年你闭关练功，后雷云鹤前来挑战。你断其一臂，将其赶下山，但自己也元气大盛，几乎走火入魔。在所有天师的加持下，闭关养伤。在你疗伤期间，李寒衣确实来过。这件事应该整个望城山都知道。我确实不知。师傅，当年我还没拜入师门呢。我当时还没出生呢，师叔祖。玉珍，殷师伯，殷师伯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你师父最后闭关的那一天吗？玉珍呐，你这一生不能下山，因为为师算出你的天劫。师父的话，徒儿不曾怀疑。与天斗，无人胜出，但为师想试一试。
看能不能骗过天。什么方法？你入神游玄境。入神游？一旦入了神游，所谓的天道再也不能束缚你。为助你修成天道，望城山上下严防死守，不许任何人入山。可偏巧那一天，雷轰要到山上找你试剑，山上的弟子拦不住他，眼看他要入山，这时候李寒一来了。是我做惊坤天了。你回去吧，待你练到剑仙一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但今日这望城山，你上不得。剑仙，我一定会成为剑仙。他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在几位天师的帮助下，已经恢复清醒了。但是，若想要恢复寻常，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好，那烦请吕掌教跟他说一声，我来过了。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，最终天道没能修成，你和掌教都负了伤。没过多久，掌教故去，此事就再无人提起。为什么不能提起？我姐那么傲气的人，来了3次都没能把人带走，她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赵真人，我们此行要去雷门赴宴，雪月剑仙会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去？还有我师父，我师父就是雷轰，他也在雷门。小子，我若不下山，会怎么样？我姐会跟我师父见面，我师父可能再也不会让她离开了。若我下山呢？一切尽在你的掌握。您说的对。那你到底是下不下山啊？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半醉半醒日复日，花开花落年度。你们走吧。那就走呗。无头无脑念首诗，那赵玉珍到底是下山还是不下山？哎，师傅的心思，没人能猜透的。哎，你们师傅若是下山，真的会引起风云巨变的。师傅倒是没有真的下过山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只是师祖诓他的。想骗师傅一辈子留在望城山？师祖才没你这么无聊呢。掌教的命格是天命，师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天命。行了，赵玉珍来不来，在于你姐，在于她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于你。你已经把你该说的话都说好了，现在就走吧。我觉得不管是李寒一还是赵玉珍，以他们日行千里的剑仙境界，去个雷家堡真不是什么问题。换做我们，再不等就成笑话。走。也是啊。哎，这天不天人不人的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信一点：事在人为。告辞。告辞。有个问题忘了问你啊，你是怎么说服你姐陪你去见雷轰的？以她的性格，她不会同意的。其实我骗了阿姐。哟，你还会骗人呢？我私下骗她说，我师父得了重病，就快要不行了，临走之前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了却心中遗憾。阿姐就同意了。你师父知道你这么周到？他要是能见到阿姐，我说什么他都乐意。想不到雷无姐，连你都会耍心眼。哎，这我还得叫你一声师傅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去雷家堡，你不会迷路吗？放心，我在雷家堡生活了10几年了，我记得它的味道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跟我来。
你已经走错了，滚回来！啊，自己看。带什么路？那个人果然不是萧楚河。萧楚河整整消失了4年，如果他再度出现，一定会变得与过去不同。你见过他？曾经在天启城远远见过他一次，那一次得到了杀死他的命令。不过有人抢先动了手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他死了。这件事情大家长知道吗？大家长知不知道并不重要，萧楚河是真是假也并不重要。暗河只需一个契机，踏入那座天启城。是啊，我们在黑暗当中待的实在是太久了。你现在要去杀那2个年轻人吗？以你的实力，有些大动干戈了。我会连夜南下去拦住一个人，这个人似乎也要赶往北纬，他会是这次行动的一个变数。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般如临大敌？雪月剑仙李寒一。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住我们的去路？刘杰，这次遇到的人跟以前的不一样，你要清楚一件事，他们是真的来杀人。那他们到底是谁？暗河。暗河？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前8席次的杀手组织吗？没错，我姓苏，苏家苏昌黎。自报家门的杀手还是头一次见。告诉你们名字，是因为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苏昌黎，此人甚是巨剑，功法霸道，看起来3人中有他的是吗？萧瑟，说来也是有趣的，咱们上一次闯荡江湖遇到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杀手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哎，萧瑟！师傅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只要记住8个字：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若是再快也打不过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你就记住4个字：打不过，跑。师傅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就算这踏云步不耗内力，也极耗体力，这下麻烦了。原本计划着引开这几个人，给雷无界机会击败对手再会合。可看目前这情形，我已经快跑不动了，而雷无界那边也还被困着。萧瑟这混蛋，只有我追的，你们追不得。小心那2个。你打不过这2个小贼也就算了，以为我也这般不济吗？没事吧？这么危险的东西你也敢瞎惹，就不怕打着我？那我又不姓唐，只能瞎惹我。大师兄的武器怎么在你手上？喝酒输给我的。行了，也得赶紧跟我去找雷无杰，他可能有危险了。那个叫苏昌黎的，我怕是低估他了。不错，能在我剑下坚持这么久，你足以自傲。我还没有结束呢。
你虽然不是我的对手，但却有机会逃走，为何要与我死战？我若走了，你就只有朋友怎么办？好，重情重义，大好男儿，这颗头颅值得一砍。师姐，萧瑟，你没事吧？几个小杀手还奈何不了我。哼，要不是本小姐赶到，你们早就死了。废话真多。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咱们刚才是不是就快死在那儿了？没错。你们不是有20尊守着吗？那得问这个傻子，干嘛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去什么望城山？师姐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？总不能说他们出城之后我一直跟着呀。看我找到20尊，不告上一状，啊，就揍你们一顿。走吧。师姐。雪月城里寒衣，暗河苏沐雨。还记得多年之前，你我曾联手对付过一个人。当时的场景，此刻犹在眼前。可你今日来到这里，是想杀我？就凭你一个人，杀不了我。这世上，恐怕没人能真的杀得了雪月剑仙。再加上一个我呢？暗河2个家主联手，哼，之前还从未有人有过这样的待遇。但想杀死我，犹未足够。我这儿有18柄剑，今日愿意全部断在这里，只求剑仙退回雪月城。慢走啊！快点儿！买一个吧。挑一个。丢了！我们被那个拿着大剑的家伙阴魂不散的追了好几天，现在好不容易把他甩掉了，你告诉我钱丢了？那锁场里的剑那么大，那我打斗的时候被打丢了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！少废话！钱老师，我没钱，我可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偷偷跑出来了，师姐？还不带钱？我出来逛逛不行啊？你出来逛，你也要带钱呢。而且怎么逛就逛到萧瑟边上去了？前几日的时候，臭小子，把你这2把破剑先拿去当。那怎么成啊？我要是现在把这2把剑当了，我们出了这个城门就会被苏长礼给砍了。那就算侥幸逃脱，我也会被我师傅跟我姐给砍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不被那个苏长礼给砍死，也得饿死在这九霄城。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去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好，好多人啊！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？姐姐姐姐，你这么好看，叫你相公给你买朵花吧。我不喜欢花。重点是相公2个字吧？可是你看，大家都有花呢。最近是我们九霄城的花神节，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有插花的习俗。那就买1朵吧。入乡随俗，就当求花神庇佑你，报个平安。花开花落雨成莲，
在想什么？想起小时候，每年元宵节我都会去烟火大会。我小时候啊，总被人挡着，我二爹就把我放在肩膀上。你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雷门的人要是知道自己的火气被这么用，一定会被气死。啊！我要表演了！我要表演！我要表演了！乡亲父老们过来看看啊！过来看看！我要表演了！好，好，再来一个！好，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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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。雷门不幸啊！走，大哥，走。哇，红钱的味道。你个臭小子！哎，萧瑟，咱们现在死不了啊？是吗？啊！你再这么张扬下去，这百里之外的人就会知道，这儿有一个傻乎乎的雷门弟子用霹雳子放烟花，到时候不死也得死。哎，先不说这些死不死的，咱们先去吃个好的。哎，哥哥，刚刚我看烟花入迷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哟，肖老板，抠门的肖老板居然给千乐师姐买了束花。少废话，付钱。行，来，谢谢哥哥。去吧。走，带你们去吃顿好的。走吧。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叶若依拜见唐林月长老。大将军叶笑英之女。正是。师傅，不是说对叶姑娘的病有医治之法，才让我把她带回唐门的吗？司空长风是药王的传人，他尚且医不好，老太爷能有什么办法？况且老太爷已经闭关数月了，连我都没有见过他。那是谁传假消息给雪月城的呢？是我。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若依今日要见的，并不是唐门长老，而是天启寺守护之一玄武使。你今日来见我，是因为那个人出现了吗？当年琅琊王谋逆案中，琅琊王甘心赴死之前，将他最看重的六皇子萧楚河托付给了他的4位好友，也就是天启寺守护。如今青龙和朱雀都已经见到了他，也到了该玄武使出现的时候了。天启寺守护，师傅，难道你让我在雪月城等的人就是？你要重聚天启寺守护，跟随萧楚河重返天启城。大将军叶小英是把宝压在了六皇子身上吗？小的时候见到他，觉得这样的人就该登上那个位置。我不管父亲怎么选，反正我选他。只可惜你来晚了。来晚了。你看外面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雪月城背后有3大世家支持：唐门、雷家和温家。其中唐门与雷家一直不睦，与雪月城结盟只是形势所趋，以及我与3位城主交好的原因。如今形势有变，看来唐门的老爷子们有了新的想法。新的想法？现在雪月城里，只靠枪仙一个人，已经镇不住唐门的老爷子们了。有人悄悄拜访了他们，那个人开出的筹码，可是要比雪月城高得多。是什么人？北离2皇子，
白王萧崇。唐莲，百里东君都教你什么武功了？百里师傅教了我一套内功心法，叫垂天，以及一套拳法叫海运。百里师傅说，心法强身，拳法护身。平日里对决还是以唐门的外防绝技为主。百里东君大概是看出你性格过于平实，所以传了这2套武功。这2套武功的精髓在于逍遥2字，但你似乎并没有明白。是，还请师父指点。当年唐门那么多弟子，我选中你，便是因为你的平实，但平实也会害你。人生在世，总要做出取舍。这是玄武令，叶姑娘，当年我们答应琅琊王，世代传人都会守护6皇子周全。如今我把玄武令给我最重视的弟子了，守护6皇子君临天启城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师父，你不必担心，我把玄武令给你，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。但今天有一件事你必须做到。暴雨梨花针，你信不信？你按下去，死在暴雨梨花针下的人是你们。我信，因为你是唐门第1的唐连月。但今天你不能走，就算我们2个都死在这儿，外面那几10名弟子也都死在这儿，要把你留下来。我并不想走，但这2个人，你要放他们走。是老太爷要见的人，我做不了主。有没有走的理由，要看他们的选择。唐莲，带叶姑娘离开。是。走。老太爷。老爷子，您也来了。许久没见你了，来看看你。唐莲，我与老爷子说会儿话，你们先走。好，走。老爷子，这次我还是让你失望了。3碗阳春面。啊，多谢。客官慢用。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这几个钱了，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你这话有点萧瑟的意思了。肖总，这面还得是你雪落山庄的好吃一些。那是自然。我开的客栈，就连厨子也是方圆百里最好的。又在吹牛。怎么是吹牛呢？我骑最好的马，穿最好的裘，就连朋友都是最有义气的。师姐，他刚是在说我们吗？大概是吧。萧瑟，我太感动了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“朋友”这2个字呢。那他之前都怎么叫你的？小笨货，不对，小憨货。我有你说的那么不讲情面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朋友，可你欠我钱，这本来就是2回事。那这碗阳春面500两，我让你吃了。行，500两就500两，我又不是付不起这钱，就当是你那天在望城山下的救命之恩了。那天你要是弃我而去，苏昌黎在哪儿，我必死无疑。那你别吃了。干什么呀？我救你是因为你是我朋友，就算你萧瑟是街头卖艺、玩杂耍赚钱的穷光蛋，只要你是我的朋友，我都会救你的。但是你把情谊换成银子，你别说是500两，5万两我都不跟你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我这朋友赴死？那你未承诺呢？比如，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母亲留下守护的承诺。这一个是情义，一个是责任，有什么区别？
情义是我雷无杰闯荡江湖最看重的东西，我可以为之生，亦可以为之死。那责任是我出生以后便背负的，那是我不得不做的承诺。那倘若你要守护的人，你要守护的人要杀我，怎么办？那便说明我母亲他们错了，那人不值得我守护，我带你跑就是了。那再如果你要守护的人就是……哎呦，我的雷师弟，怎么这段话还把你自己感动哭了呢？这我没哭。怎么了？弹指罪，好见识。怎么回事？小嫂，我们中毒了。接着。精通凝水诀，并且能和弹指罪相结合。你是暗河穆家人。暗河穆家，穆英。你们这帮人怎么总是阴魂不散？你刚刚服下的是蓬莱丹吧？这种奇药确实能对抗我的弹指罪，可他二人已经中毒了。再服下这丹药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闭嘴！这就是雪月剑仙所传的止水剑法。手上内力。雷无杰，千洛，不要妄用真气。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们死得不那么痛快。你似乎太得意了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没中弹指罪。你并不会武功。小嫂，我跟雷无杰拖住他，你快跑！你的这两位朋友，若再妄动真气，就要筋脉寸断而亡了。闭嘴！穆英，你算盘打得很好，不过你还是忘了，他们二人内力暂封，但我的内力还在。小嫂，这是……我眼脉受损，不能运用内力。这是卢剑仙送我的无名书中武术的流转之阵，我把内力借给你们。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功，怎么不早用啊？想得美！你们内力暂封，我才能成功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萧瑟他们有新的消息吗？没有相关的消息。雷家没有书信传来吗？没有。我曾听唐师兄说，当初雷无杰来雪月城的时候，1个月的路程，他们生生走了3个月。这样算来，但愿是我多虑了吧。以你的年纪能到此境界，实在难得。只是杀你这般可惜之人，才真是畅快呀！我可不怕水，火灼之术第8种，天火降。